好多人一講到挪威咧，最直接就係諗到三文魚同埋最快樂嘅國家。但係你又可能唔知道，挪威除咗係歐洲最有錢嘅國家之一之外，喺2022年咧，好多人都話佢賺咗太多污糟錢喎。而呢啲唔乾淨嘅錢咧，正正係對世界產生越嚟越大嘅影響力。但係挪威又好唔好彩喎，喺2022年嘅股市裏面，又將所有呢啲賺翻嚟嘅污糟錢咧，差唔多都輸翻晒。既然佢係對世界影響力咁大嘅一個國家，佢又係點樣咧賺到咁大量嘅污糟錢呢？然後佢又點樣又可以將佢輸翻晒呢？今集嘅內容咧，我哋有3個重點一齊睇。第一就係挪威點樣變成咁有錢嘅國家呢？歷史上面佢發生咗啲乜嘢事呢？挪威又點樣喺短短1年以嚟咧變成一個暴富族，成為一個賺得最多污糟錢嘅國家呢？第三，佢係點樣通過佢嘅財富嚟控制我哋人類未來成個世界嘅政策呢？其實全球大部分嘅國家咧都係洗腳唔抹腳噶啦，所有嘅大國都瘋狂咁樣發國債借錢度日，淨係單喺美國啊，每一個美國公民咧就背負緊93000蚊美金嘅債務。日本、意大利嘅情況都一樣，好多國家都係孭住大嘅債務。但係喺挪威咧，成個情況咧就完全唔同啦。你知唔知每一位嘅挪威人孭緊幾多錢嘅國債咧？答案係完全都冇。呢個國家係非常之特別，佢哋可以用佢哋嘅主權基金裏面嘅資金償還晒整個挪威國家所發嘅國債，即係公共債務。還晒之後都不特止，每個人咧仲有錢剩嘅喎，每個挪威人仲可以袋翻18萬嘅美金，係咪真係好有錢呢？我哋快速咁樣睇一睇咧，挪威嘅 trade balance 由2021年開始，呢個數據基本上係瘋癲咁樣咁好喎。呢度有幾多零啊？大家睇下，佢個貿易順差喺2年裏面咧跳咗幾多倍？即使係 Microsoft 或者係蘋果公司一啲咁頂尖嘅公司，佢嘅業績都冇可能做到咧1-2年以嚟咧跳咁多倍嘅。甚至我係未見過咧有一個國家可以喺短時間裏面咧賺咁多錢。挪威佢嘅貿易增長相比起2年前2020年嘅時候咧大升咗490%。我哋又睇一睇中國啊，中國嘅貿易順差比起2020年咧係增長咗28%，更唔好講美國嘅貿易逆差啦。佢個貿易逆差咧喺同期咧仲擴大咗44%。咁你可能就話啦，唔好同啲大國比啦，大國嘅國情唔同噶嘛。咁不如我哋睇一睇佢鄰近嘅芬蘭啦。芬蘭2020年嘅時候本身係貿易順差，依家係變成逆差，跌咗成41%。咁所以咁樣睇咧，挪威嘅表現真係非常之出色喎。我哋睇埋佢2022年咧整個嘅出口同埋入口數字，呢度咧係1027萬億挪威克朗嘅入口，同埋咧2601萬億嘅出口。哇，真係好誇張！邊一個國家可以全年有咁好嘅成績咧？咁好嘅經濟，61% 嘅淨出口，將啲錢留翻喺自己國家裏面。咁挪威又唔係一個賣手錶啊、賣手袋嘅奢侈品國家，我又唔覺得佢哋有賣半導體喎。喺邊度賺到咁多錢呢？而睇埋佢嘅人均 GDP， 全球嘅富裕國家裏面咧，挪威係排全球第7，比香港嘅平均值咧高出79%。美國係大約7萬蚊美金，香港係大約4萬9，而英國咧就係4萬6。好，睇完挪威咁威水嘅數字之後，既然佢都已經咁有錢啦，究竟喺2022年又發生咗啲乜嘢事，令到佢嘅貿易順差咧可以創歷史新高，跑贏全世界咁多個國家呢？等等，答案就係開估啦。喺2022年，全世界最值錢咧就係呢個原油同埋天然氣啦。挪威係全球原油市場嘅一個細細嘅參與者嘅啫，佢嘅原油產量咧係佔全球只係2%，天然氣產量咧係全球需求嘅3%。但係一講到出口，挪威係世界第3大嘅天然氣出口國，僅次於呢個俄羅斯同埋卡塔爾嘅啫。而單喺2022年啊，挪威嘅國家總出口裏面嘅73%其實都係天然氣同埋原油。喺過去1年幾以嚟，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所引發嘅燃料價格同埋物價上升，再加上加息，全世界其實好多嘅國家嘅民眾啊都生活非常之艱難。但唯獨一個國家挪威喺呢個咁艱難嘅時期裏面變得更加有錢。呢度講緊唔係淨係更加有錢咁簡單，而係非常之有錢。歐洲各國大力減少對俄羅斯嘅能源依賴，令到挪威佢好似中咗6合彩咁，能源訂單大增。挪威嘅財政部就預計2023年嘅石油同埋天然氣銷售額咧，將會攀升去到1.38萬億挪威克朗，比起上年嘅創紀錄嘅1.17萬億更加高，比起2021年當時嘅2880億咧，增長超過5倍。俄羅斯受到制裁，全球同埋歐洲多個國家咧都喺度捱緊貴油、貴嘅天然氣，好多公司都營運困難。政府為咗對抗通脹加息，令到成個市場嘅借貸成本上升，
經濟萎縮，所以好多人咧都抨擊挪威今次係發緊戰爭財喎。佢哋話挪威賺嘅呢啲錢都係污糟錢，一啲都唔乾淨。咁其實北歐國家咧不嬲都好有錢㗎啦，佢比起香港或者係全世界大部分嘅人咧有錢好多。挪威、瑞典、丹麥、芬蘭呢4個好似兄弟咁嘅國家，大部分人咧都對呢幾個兄弟國咧嘅感覺都係，佢哋都係差唔多嘅啫，絕對就唔係啦。其實佢哋之間有一個好大嘅距離。芬蘭人嘅 GDP per capita 人均咧即係講緊5萬蚊嘅美金，但係挪威咧已經係講緊接近9萬蚊嘅美金，呢度係4萬蚊嘅差距，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距離。咁點解淨係得挪威有咁多嘅原油同埋天然氣，而丹麥啊、瑞典、芬蘭咧就冇乜嘅咧？你哋可以睇一睇呢個地圖，你就會清楚噶啦。呢4個國家咧都係面積細細咁樣，但係呢4兄弟咧唯獨淨係得挪威咧有一個最獨特嘅地理位置，佢獨佔緊一條咧人人都羨慕嘅長嘅海岸線。嗱，就係咁嘅樣噶啦，呢個就係挪威嘅形狀，秘密咧就係呢條海岸線裏面啦。所以由瑞典同埋芬蘭嘅角度嚟睇咧，挪威其實係阻住緊佢哋。我講緊嘅阻住係封鎖佢個海岸線，即係等於封鎖咗資源咯。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經濟學 concept， 就係沿海國家 CC 同埋內陸國家 LLDC。一般嚟講咧，沿海嘅國家對於內陸國家嚟講，佢哋嘅發展係較快同埋有優勢嘅。咁原因咧都有好多。第一啦，就係交通便利啦，所以咧就貿易有優勢啦。第二就係一般嚟講，人咧都係中意住啲沿海嘅地區，人口通常會多啲，更容易咧吸引一啲國際嘅先進技術同埋人才咧移居去嗰度，所以佢哋亦都有呢個人口同埋技術嘅優勢。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豐富嘅自然資源啦，好似啲魚蝦蟹啊、礦產、油、天然氣等等，呢啲都係對當地發展最重要嘅資源。所以挪威亦都有呢個資源優勢。睇落呢個咁細嘅挪威國家，佢嘅海岸線咧係好曲折，全長咧有成10,915公里，所以挪威亦都係排喺加拿大之後，喺全世界上面第2長嘅海岸線國家啦。哇！你哋睇一睇呢兩個國家嘅面積比例可以爭咁遠，邊一個會諗到挪威其實係排緊世界第2呢？更加諗唔到挪威嘅海岸線可以比澳洲嘅仲要長。不過其實咧海岸線呢個嘢咧，我都再設法咧去了解更多，但係發覺咧佢嘅量度方法好多爭議嘅，所以有好多人都話其實挪威嘅海岸線就唔係排第2嘅。不過如果你真係想了解一下咧，可以直接查下呢個 coastline paradox， 即係海岸線悖論啦。咁我呢度咧呢段影片就唔講太多，因為再講咧就講1個鐘噶啦。咁無論挪威係排第2、第3、第4都好啦，挪威咧絕對係受惠於條長嘅海岸線，比其他嘅 LLDC 嘅國家咧更有優勢。所以一條海岸線咧就決定咗邊一個國家可以得到挪威海同埋北海嘅石油同埋天然氣啦。當然啦，一睇就知係挪威啦。不過事實上蘊藏咁多豐富資源嘅北海咧，其實係由3個國家圍住嘅，分別就係英國、丹麥同埋挪威。但係點解淨係得挪威好似執到金咁樣呢？而對比起英國過去幾個月以嚟，英國因為能源價格上升、通脹問題，搞到全國多個團體出嚟示威，個個呻辛苦喎。咁挪威又點樣可以獨佔晒呢啲咁嘅資源嘅？咁就要講少少歷史啦。喺1964年同埋1965年，連續2年簽訂咗2個徹底改變咗呢3個國家嘅命運嘅協定。翻嚟呢度，1964年咧，第一條簽署嘅條約叫海床分界條約。當時整呢個條約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全球嘅石油需求咧快速增長，為咗避免有爭端同埋戰爭啊，當時嘅聯合國就通過呢個法案，規定所有嘅國家必須要遵守國際公約。而呢條條約裏面咧，就將北海分為2個部分，挪威咧係得到北海嘅北部同埋東部，而英國咧就掌控咗佢嘅南部同埋中部啦。去到1965年，2個國家就簽訂咗呢個英羅大陸架協議。呢個條約咧係有啲得意嘅，因為當時咧2個國家咧都好中意呢條魚。嗱，呢條唔係一條普通嘅魚，係價錢賣得貴又好食嘅鱈魚，而佢盛產咧就係北海。呢個咧就係2個國家資源爭奪嘅其中一個例子。所以咧呢2個國家就喺1965年咧簽署咗呢個協定。喺呢個協定裏面就明確劃咗北海嘅界線同埋所有嘅資源分配，解決咗咧英國同埋挪威當時候咧因為捕魚業所起嘅爭端。咁既然北海有咁大量嘅石油同埋天然氣資源，點解英國同埋丹麥會咁蠢啊，拱手相讓呢啲咁重要嘅資源俾挪威嘅？其實喺50年代尾咧，好少人會相信挪威附近係有豐富嘅
嘅石油同埋天然氣礦物嘅。當時嘅挪威地產調查局咧，甚至透過佢哋外交部講話，佢哋喺挪威海峽發現自然資源嘅可能性非常之低。而去到1963年，當時挪威嘅政府咧就宣布佢哋對呢個挪威海峽咧有主權，規定咧喺呢個海峽裏面任何嘅自然資源都係屬於我嘅國家，只有我哋嘅國王即係政府啦，先有權頒發呢個勘探同埋生產許可證。因為咁多嘅爭端，去到1964年同埋65年咧，英國同埋挪威咧就根據頭先我所提及嘅2個月合約達成咗呢個中線分界嘅協議啦。即係話英國同埋丹麥咧喺簽約嗰刻都唔知有咁好嘅資源，但係唔知咧係有意定無意啦。挪威嘅石油局就立即喺1965年發出第一輪嘅石油勘探許可嘅位置，大家睇一睇，咪就係正正喺英國同埋丹麥邊界上面咯。所以究竟挪威喺簽合約之前係咪真係唔知道呢度有石油呢？應該咧淨係得挪威人自己知嘅啫。咁喺開始勘探嗰幾年，挪威真係咩都揾唔到嘅。但喺4年之後，就喺1969年咧，挪威正式開發第一塊油田，亦都係人類史上最大嘅海上油田之一。呢度亦都正式揭開挪威成功故事嘅開始。咁其實受到呢2個協定而損失最大嘅國家咧，就係丹麥。丹麥咧雖然佢係一個沿海嘅國家啦，但係丹麥咧佢所在嘅地理位置其實係屬於北海嘅邊緣，所以都喺呢個劃分邊界嘅時候，大部分嘅理據咧都係喺英國或者係挪威兩方面。結果咧2條條約都令到丹麥嘅地質資源變得更加少，丹麥咧喺北海嘅漁業資源分配咧亦都受到嚴重影響。當然啦，一發現呢個石油同埋天然氣，丹麥同埋英國梗係一睇到都嬲啦，咪即刻喺度抗議。但係最終喺呢個國際法律同埋政治壓力之下咧，佢哋最後都係淨係得望住呢條中線，除咗喊咧咩都做唔到。喺俄烏戰爭之後，歐洲最大嘅天然出口國俄羅斯被制裁之後咧，佢嘅天然氣嘅出口量亦都大跌，因為俄羅斯嘅天然氣用唔到啦。挪威咧就供應咗歐盟同埋英國最主要天然氣嘅需求，講緊係20%至25%。而德國作為歐洲最大嘅天然氣用家，喺2022年裏面咧33%佢哋嘅天然氣就係嚟自挪威啦。咁其實呢度都有啲無奈嘅，因為咧 EU 同埋挪威咧，其實喺呢個俄烏戰爭發生之前咧，曾經好積極咁樣應對呢個環境減排呢個問題。喺2019年咧，挪威曾經將佢嘅油產量咧壓到去30年嘅新低位，而 EU 當時亦都俾挪威一個好大嘅壓力要去減排。但係喺俄烏戰爭發生之後咧，EU 咧就 U-turn 啦，再一次咧催促呢個挪威咧要加產。幾十年以嚟咧都未見過歐盟咁依賴挪威嘅能源供應。作為一個歐盟成員之一，挪威就好似有種責任感上身啦，就係將佢國內生產嘅幾乎所有嘅石油同埋天然氣咧都用於出口。作為最大嘅歐洲能源供應商，大量嘅收入令到挪威變得非常之有錢。但係挪威嘅總理咧成日都喺個媒體上面就話：我自己其實冇賺到啲唔乾淨嘅錢㗎。可能咧呢個真係全世界人咧，除咗挪威人之外，全部人都眼紅啦。咁當然啦，賺錢都要有道德嘅。挪威其實已經係全球最大向烏克蘭提供援助嘅捐助國之一。咁你可能會諗，北歐有咁遠，挪威又唔關我事。但係可能你唔知道，挪威其實對世界嘅影響力係非常之巨大。隨住佢哋越嚟越有錢，佢哋對世界嘅影響咧，只係會越嚟越大，影響到我哋每一個人。挪威咧都好清楚呢個財富要經營嘅。挪威央行咧就將佢哋賣油賺到嘅錢咧，通過呢個 Norway 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 咧去投資全球嘅資本市場，去買勻全球嘅資產嚟實現呢個資本增長，永續呢個挪威人民嘅財富。咁以一個單一嘅基金嚟講咧，呢隻 NGPFG 咧，其實喺世界排名係第一位。咁當然啦，中國啊或者阿拉伯國家佢嘅主權財富基金其實應該有更多嘅，但係佢哋咧就被分為幾個唔同嘅基金。呢度嘅排名咧只係睇一個單一嘅基金。香港人咧都好厲害喎，世界排名第7。如果以 per capita 人均嚟計，唔怪得咁多外國人咧都話香港人好有錢啦。咁當然啦，我哋作為香港人嘅辛勞啊辛酸，亦都係淨係得我哋自己知啦。所以冇錯，挪威呢個 pension fund 裏面嘅法人，即係 MBIM， 就係現今全世界最大嘅投資者啦。佢哋將佢哋嘅金蛋財富投資喺9200幾間遍佈全世界嘅上市公司，橫跨70個國家，包括股票、債券、房地產等等。MBIM 仲係世界多間最
頂級嘅公司嘅頭10大嘅股東，包括蘋果、微軟、Amazon、Google 等等等等，仲有呢一系列嘅公司，挪威都係佢哋嘅頭20大嘅股東。咁你話係咪好犀利呢？作為一個主要股東，佢對呢啲公司係一個擁有權。股東咧唔單止會分享到公司經營得嚟嘅錢，佢嘅投票權亦都可以影響全球最頂級公司嘅每一個重要決策權，包括公司嘅發展方向、未來產品，甚至係蘋果嘅 CEO Tim Cook 佢嘅人工要唔要減，要出幾多花紅，佢都有份決定。隨住挪威喺能源上面嘅利潤不斷上升，賺嘅錢又越嚟越多，即係代表佢能夠跨國跨地域咁樣影響呢啲世界核心公司嘅未來嘅能力咧，就越嚟越大。換句話講，挪威自己國家嘅核心價值，亦都會影響到世界未來嘅核心價值啦。挪威作為少數產油同埋天然氣嘅民主國家之一，又會唔會利用佢哋喺資源上嘅影響力同埋佢嘅財富，去支持佢哋民主價值喺世界上面嘅影響力呢？我自己就好關心，因為佢哋有油又有天然氣，會唔會因為想賺更多嘅錢，好似 OPEC 同埋俄羅斯一樣，保護或者加強投資一啲傳統嘅化石燃料嘅產業呢？喺過去 OPEC 同埋俄羅斯都喺呢個推動綠色能源上面咧，添加唔同嘅藉口，而佢哋為咗抬高呢個油價上升，有時又會突然宣布減產，突然咧增產，去做呢個操控石油價格呢個動作。咁挪威又會唔會步佢哋嘅後塵呢？睇一睇挪威近年嘅政策啊！喺2017年咧，佢哋議會就通過咗呢個氣候變化法案。2050年咧就係佢哋為自己設定嘅限期，目標就要成為一個低排放嘅社會，以1990年嘅排放量為基礎，減少講緊係90至95% 嘅排放量。MPIM 咧，佢嘅主權財富基金亦都喺2022年宣布咗，佢哋嘅目標係要按照呢個巴黎協定，去到2050年咧，佢哋投資嘅組合裏面每一間嘅公司都要實現零排放。咁雖然咧呢一個係真係好大嘅宏願，唔知佢哋做唔做到啦。咁挪威咧雖然出產呢個天然氣，但係自己嘅國內咧其實喺度加強緊呢個實現零排放。單喺2023年3月啦，挪威嘅新車銷售裏面咧有87%咧都係電動車 EV 嚟噶啦。挪威嘅水能發電啊，佔咗佢哋全國嘅92%，所以可以見到佢哋暫時啊最少係講緊依家嚟睇，我都見唔到咧一啲明顯嘅證據去證明佢為咗賺錢而推行一啲更加污糟嘅政策。咁對於我哋全球嘅地球人嚟講啦，挪威會唔會有啲似一個超人一樣？就係你嘅能力越大，你嘅責任都要越大呢？啱，挪威咧依家亦都加強緊對 ESG 嘅投資，大力咁樣投放資源喺世界多個綠色能源嘅公司，甚至好多綠色基建嘅項目。但係新嘅技術啦，同埋新科技嘅能源公司咧，通常咧都有好多投資上面嘅風險嘅。加上2022年呢個加息週期裏面咧，大量嘅資產泡沫爆破下咧，挪威呢個主權財富基金喺2022年咧，其實係做咗一個創紀錄嘅損失，係講緊164個 billion 上面嘅投資虧損。即係話咧，佢上年所謂賺到嘅好污糟嘅錢咧，成210個 billion 美金嘅錢，其實喺上年2022年嘅投資項目裏面咧，佢都差唔多輸緊咗一大截噶啦。咁至於綠色能源啊、再生能源，其實喺未來嘅增長力同埋投資價值咧係不容置疑嘅。但係投資之前咧都要做好功課，避免咧有一個咁嚴重嘅損失啦。如果你想學一學點樣同股票做估值模型啦，分析佢哋嘅公司財務數據同埋年報等等咧，可以睇一睇呢個豬變成專業投資者嘅課程，連結喺下面啦。好，聽完成段影片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一、挪威係咪賺緊污糟錢？係咪發緊戰爭財呢？一話二，其實佢哋唔係咧，佢哋係我哋嘅世界英雄咧。好，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訂閱嘅時候記得 click 翻個紅色 long 啦，click 咗先會收到 notification 睇新片噶。下次再見，拜拜。